妈，这年也过完了，可我的预产期也到了，但婆婆家没人管我，我能不能回娘家呀？女儿，按照我们这边的习俗，我不能让你回来，到时候你嫂子会忌讳的。妈，怪我当初没有听你们的话，远嫁2000多公里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你能跟嫂子说一下吗？女儿，妈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好，妈也很心疼啊。想当初你不顾我们的反对，非要远嫁，现在这个家都是你嫂子说了算，妈也做不了主啊。妈，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，一个朋友都没有。自从我怀孕后，你女婿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他嫌弃我晚上睡觉翻身打扰他，所以每天他都在他母亲那里不回家。妈，如果当初我听了你们的话，我就不会受这样的委屈了。现在我连诉苦的人都没有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自己选择的路，哭着也要走完。妈现在给你转2万块钱，如果你生产的时候没人管你，你就在那边找个月嫂照顾吧。妈，我马上就要生了，现在连小孩的生活用品都没买，我又没经验，婆婆一家都不帮我，这个时候指望月嫂能行吗？闺女，事到如今也没办法呀，只能委屈你了。妈，我知道你会担心我，自从我嫁到这边来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的不好，但眼看我的预产期就要到了，你女婿也不在家，我是真的是没办法才告诉你的。妈，我之前和嫂子接触过几次，以她的为人，我相信她会同意我回去的。那妈就跟你嫂子说说吧。儿媳呀，妈有件事想和你商量，关于我女儿的。妈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这件事压在妈心里很久了，我本来打算先和我儿子说的，后来我想了一下，还是先和你商量。妈，是不是丽丽快生孩子了，你想过去照顾她呀？对呀，当初她不听我们的话，非要远嫁，如今她的婆婆和她老公都不管她，这些都是她自作自受，妈本来就不该管她的，但是再怎么样，她也是我女儿，妈的心里也难受啊。妈，我知道当父母都忍受不了自己的子女受委屈，如果你想去的话就去吧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如果我走了，你们的孩子就没人带了，你又要上班，也没人给你们做饭，我也放心不下你们啊。妈，没事的，我们可以的，毕竟现在丽丽快生了，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。真看不出来妹夫是这样的人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他可是保证过以后要对丽丽好的，这才不到3年，他怎么就变心了呢？对呀，这桩婚事我本来就不同意，但我那执着的女儿就是不听，明知道是火坑还要往里跳。她今天打电话哭着对我说，快到预产期了，连孩子的生活用品都没买，也没人给她做饭吃，从小到大我哪里让她受过那样的苦啊。妈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顺利生下来，至于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。丽丽已经决定了，等把孩子生下来她就离婚，那样的婆家肯定没有她好日子过的。妈，既然决定要离婚了，为什么不把她接回来在我们这边生产呢？以后坐月子也方便照顾啊。也不行啊，如果这个时候回来还要租房子，她现在挺着个大肚子又不能工作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。妈，还租什么房子啊？我娘家不是给了我一套房子吗？可以让丽丽直接搬进去住呀。儿媳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是你妈留给你的，让我女儿搬进去不合适，就算要住也要给房租的。妈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丽丽是你的女儿，我的妹妹，妹妹遇到困难了，我这个当嫂子的难道不管吗？只不过那套房子现在很多年没有住了，妹妹不要嫌弃就是。不嫌弃不嫌弃，能有住的地方已经很好了，但我觉得还是要跟亲家打个招呼。妈，不用跟我妈说，这件事我说了算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到时候直接让妹妹搬进去就是。真是我的好儿媳，谢谢你，我女儿能顺利生产，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。母亲把这件好消息告诉了儿子，儿子对儿媳的做法表示感谢。老婆，明天早上我就和妈去把我妹妹接回来，她现在过得挺困难的。你去吧，昨天我跟咱妈说了，到时候就让妹妹住在我娘家给我的那套房子里。老婆，谢谢你帮助我妹妹。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，我跟你结婚了，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，我当然有责任帮助她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我们的亲人需要帮忙的，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们。老婆，如果我妹妹回来了，到时候我妈就没时间给我们带孩子了。没关系的，到时候我可以让我妈带，她非常喜欢小孩，现在刚好放暑假，也不用每天接送孩子，就直接让咱们孩子跟她外婆生活吧。老婆，你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妹安心，真的辛苦你了，还要连累丈母娘，感觉有点对不起你。老公，你也太客气了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以后别说这些话，最重要的就是妹妹，
他的婚姻走向了尽头，希望他要振作起来，以后要好好生活。当初妹妹出嫁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都反对，可她非要远嫁，现在好了，知道后悔了。她现在日子过成这样，爸妈也心软了。是啊，我只是他的嫂子，他现在过成这样我都心疼，何况是咱爸妈呢？那肯定是撕心裂肺的痛。结婚那天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生气，但他依然去到了那边。当时我们还希望他将来离婚呢，没想到真的如我们所愿。本来以为等他日子过得不好，就会知道我们的良心用苦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狠不下心来，多么希望他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老公，这个时候你是哥哥，你要帮着爸妈分担一下呀，他们已经很伤心了，你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，这些事以后再说吧，现在先把妹妹接过来。老婆，没想到你这么通情达理，我上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好事能娶到你。丈夫越想越不合适，毕竟房子是丈母娘的，所以决定还是跟丈母娘打声招呼，表示尊重。妈，有件事想要跟你商量一下，你之前给我老婆的那套房子能不能租给我妹妹？小强，我女儿已经跟我说了，房子既然给了你们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妈，毕竟这房子当初是你们出钱买的，虽然房产证上名字是我老婆，还是要你们同意才行。女婿呀，谁买的都一样，都是一家人，就别这么客气了。按照现在的房产价格，租1年怎么也要4、5万，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。不用给房租，就直接住吧。你妹妹马上就要生产了，可不能因为这些事而犯愁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好了。妈，谢谢你。别说那些，你妹妹远嫁还遇到那样的婆家，一定要照顾好你妹妹。当初她不听我们一家人的反对，为了所谓的爱情非要跟他们走，结果现在生孩子没有一个人管。这次回来之后，我们会让她离婚的，那样的苦日子再也不要让她过下去了。如果这段婚姻真的不适合，离婚是对的，只要你们一家人团结，我相信她以后的日子还是挺不错的。妈，这次要不是你们帮忙，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我老婆说了，这段时间恐怕要麻烦你帮我们带下孩子了，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没有什么，刚好我也想外孙了。带孩子挺累的，我现在就给你转2万块钱，到时候给你和咱爸买一些喜欢吃的，也算是辛苦为我们操心了。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你妹妹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花钱的地方有很多，我不会收的。总之，你们有任何需要我们老两口的地方尽管提，可别再像今天这么见外了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你们遇到过这样的好家庭吗？这么热的天，我做顿饭容易吗？怀个孕有那么娇气吗？这也不能干，那也不能干，还吃那么多。我今天晚上做的五花肉切了26块，我儿子吃了5块，你爸吃了7块，你一个人就给我吃掉了14块。一天天的像个猪一样能吃，现在的肉那么贵，也不知道省着点吃。婆婆，现在我怀孕了，所以饭量才大了很多。我也没数你到底做了几块五花肉，下次我一定数着吃。你别拿你肚子里的孩子跟我说事，你看看你现在都快吃到160斤了，你是不是准备长到200斤？猪是越胖越值钱，可你呢，越胖越贱。妈，你怎么说这么难听的话呢？我老婆她现在怀着孕啊，她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，做个肉还要数来数去。你下次如果再做五花肉，我就把我的全部给我老婆好了。你这混账东西，你们爷俩就知道饭一吃抹抹嘴就走，还不是我一个人收拾着锅碗瓢盆吗？我也是为了她好，不然长太胖了，到时候孩子会不好生。要像她这么吃的话，那得要多少伙食费呀？婆婆，那今天的碗就由我来洗吧，我是有好长时间没有做过家务了。你知道就好，我还以为你怀个孕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我们当年怀孩子的时候没你这么矫情，适当干点家务活也是对你有好处的。我前段时间确实是孕吐反应很严重，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，现在好不容易胃口好了一点，也能给孩子补充点营养了。你又嫌我吃多了，现在还嫌弃我不干活。没怀孕之前煮饭买菜都是我，还要上班，我这才歇了几天，你就看我不顺眼了，连做一个五花肉都算计我。我这才说了你2句，你看你这嘴就叭叭叭的说个不停了。你要是实在受不了，你可以走啊，回你娘家让你爸妈给你天天做五花肉吃啊。看你说的这些话，真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，我是你儿媳妇，要跟你儿子一块过到老的，像你这样每天算计来算计去的，难道活得不累吗？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，我什么时候算计你了？我不就是教你怎么勤俭持家吗？今天你敢浪费我这么多肉，明天你就敢浪费很多钱。你现在怀孕了，又不能出去工作赚钱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说这样的话？这个家全靠我儿子在养活着，你不省着点，你是想让我儿子倾家荡产吗？真好笑，吃几块肉就能把这个家吃穷了。你儿子挣钱是不是太少了？连肉都供不起我吃了吗？我以后生孩子还指望他给我出住院费呢，过这样的日子实在没有意义了。既然你觉得我们家穷，那还赖在我们家干嘛呢？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别以为你怀了我们家孩子，
就好像我们欠了你一样，要求这要求那的。我们家可供不起你这样的祖宗，你还是回你娘家去吧，生孩子也让他们管好了。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？真是吃个饭都吃不好，就因为这一盘五花肉的问题一直吵个没完，我可真是服了你们了。说完，儿子就直接站起来，扭头就进了房间，儿媳妇也跟着回了房间。餐桌上就剩下公公婆婆2个人。老太婆，你说好好的一顿饭被你弄成了这样，你还让不让人吃了？现在儿媳妇怀了咱们的孙子，她吃你几块肉怎么了？哪怕你看她再不顺眼，你也要顾及她肚子里的孩子吧。儿子不向着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这样说我？在你们眼里我还不如一个外人，这不是几块肉的问题，这是人品问题。你跟儿子吃的都很少，就他一个人吃那么多，他就一点都没想到我可是一块都没吃，像他这种自私的人就该教训。我怎么就说不通你呢？现在你不应该跟他生气，如果他真生气，回了娘家不回来了可咋办？我可舍不得我的孙子。我以后教训儿媳妇的时候你少插嘴。真是无可救药，我都懒得管你了，你就作妖吧，早晚这个家要被你搞得妻离子散，我也不吃了，你一个人吃吧。老婆，你别怪妈，她就这脾气，你再忍忍吧，等孩子生下来就好了，到时候我妈会把精力全放在孙子身上，就不会找你事了。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你让我怎么忍他啊？你又不是没看到他怎么对我了，我不就多吃了几块肉吗？他还专门数了数，真是奇葩。要不我还是先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吧。现在你还怀着孕呢，回娘家去干什么？要是让你爸妈知道了，还指不定怎么说我呢。我妈她这个脾气，我和我爸不也忍过来了吗？凭什么我要在这里受她的气？现在我怀孕已经够辛苦的了，她不关心我也就算了，还这么说我。现在我不光身体不舒服，心里也不舒服。每天上班我已经够累了，回到家还要听你们俩吵架，一个是我亲妈，一个是我老婆。我妈现在都已经老了，也没几年活头了。老婆你就听我的，消消气，大不了她以后做五花肉的时候我不吃，全给你。每次我跟你妈一吵架，你总是偏向她，说她年龄大不懂事。你什么时候能偏向我，也帮我说一句话？那你还想怎样？要是你心里实在不舒服的话，就打我一顿或者骂我一下，我让你出出气。现在都几点了，还不快起来？一天天的就知道让我伺候你。昨天晚上你答应洗的锅碗到现在还在厨房里放着呢，你是不是准备留着过年？婆婆，你怎么进来不敲门？昨晚我睡得实在是太晚了，等我一会起来再收拾吧，我就不吃早饭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你说你碗筷也不洗，房间也不收拾，一有时间不是看电视就是鼓捣手机，我家简直就是娶了个少奶奶回来。婆婆，你能不能别大清早在这里叨叨了？我的头都快被你说炸了。这个房间是我的，我想怎么舒服就怎么来，等我起来了自然会收拾的。你先出去等会儿，我起来就去洗。你竟敢把我往外撵！这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，难道我还不能进你的房间了吗？我儿子大清早的出去上班赚钱，你啥也不干，吃饭的碗筷也不洗。你是皇太后吗？你有完没完？你给我闭嘴吧！我真是受够了你！你儿子昨天晚上还说让我再忍忍，你说我能忍得了吗？我现在请你出去，这可是我的房间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你别以为我儿子不在家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你要是把我惹急了，我就把你赶回娘家去，不信你试试看。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回我娘家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今后跟你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也别让你儿子再去找我了。我真是过够了这样的日子，等你儿子回来，你亲自跟他解释吧。还有，你让他明天和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。昨天晚上我还没有坚定想走的决心，不过现在我已经决定好了，这个家我一刻也不想待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准备要跟我对着干是吗？我不过才说了你2句，你就要离家出走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走了，我绝不会让我儿子再接纳你的。你走可以，你肚子里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会让我儿子去接回来。我家的种绝不会让他跟了别人家的姓。我呸！孩子在我肚子里，你说了不算。别说孩子现在还在我的肚子里，就算生出来了，我也不会让他认你们的。要断我们就断个一干二净。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我可告诉你，孩子生下来你不给，我就让我儿子去法院起诉你。像你这种败家的儿媳妇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走着瞧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要走可以，别想拿我家的任何东西，这里的一切东西全都是我儿子的，你给我净身出户。你放心，我只拿我的衣服和化妆品，其他东西我碰都不想碰。你既然要把我赶走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从今以后，我希望你儿子不要再来纠缠我，你们这一家人，我谁都不想再看到。